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我们来看更新版本抢先看了，可是这一次的主持人不再是小鱼了，变成文文。但是影片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啦。OK， 首先就是亚瑟王要如何获得，在之前就有介绍过。在完成任务之后，这边的列表就会连线了之后才可以拿到亚瑟王。而且最麻烦的就是去天登录啊，因为我本来算过了，假设说亚瑟王出现的时间呢，我们本来是刚好在打这荒庭了。但是因为这个7天时间呢，又必须要延后，可能在7天之后就没有战斗了，所以或许我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测试到亚瑟王的实战表现，又或者是我必须要用另外一个账号实战表现看打到怎么样了。但是在昨天我就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亚瑟王的技能了，坦白说从他的技能上来看，他是蛮强的统帅，所以一般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当然除了这个活动之外，之后推出的转盘中也是可以获得亚瑟王，不过转盘推出的时间大概率是跟我之前所猜测的一样，国服会在2月的第1个星期，然后国际服会在2月的第3个星期才推出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国际服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拉前一点，也就等于说可能是跟国服同时推出的，所以如果有考虑要培养亚瑟王的话，可以留镜头给亚瑟王了。而且这个活动呢，其实除了亚瑟王之外，还可以抽其他的统帅。这个设计可能是有考虑到某一些玩家可能是完全没有使用骑兵的，像是纯步兵的玩家、纯工兵的玩家，所以这边就给大家多几个选择。这里有包括新的玛雅文明统帅西亚卡克、红胡子，后面还有什么统帅我就不知道了，从他的画面上只能看到这3位统帅而已。但是如果你不够镜头的话怎么办呢？统帅置换也是跟着推出了，当然统帅置换也是有规则的，并不是说每个统帅都可以置换，采集统帅不能置换，然后不能用通用镜头去换雕像的统帅也不能换，包括艾塞尔啊、约尼金啊、汉尼拔这几位统帅都是不能置换了。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，就连最新的亚瑟王也是可以置换的，而且这一次是我说对了，就是可以换2个统帅，而不是说2个统帅互换而已，我们可以换2次。但是统帅置换各位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你从原本的那个统帅换去另外一个统帅呢，你原本的那位统帅他的等级、觉醒、技能那些如果都比较高的话，换去另外一位完全没有提升过等级、星级还有技能的统帅呢，消耗的费用会比较高。从原本18大王有6星50等级觉醒置换过去，需要消耗120个置换券。但如果置换之前本来那位统帅的等级、星级还有他的技能都提升的蛮高的话，置换的时候就不需要消耗这么多。像是官方这里置换的统帅呢，是把原本海尔曼5551置换过去，然后已经提升了4星40等级，这里只是需要消耗2个置换券而已。所以我觉得各位在置换统帅之前呢，可以先提升你们的等级或者是星级，因为这2个东西我相信大多数玩家普遍都比较多一点。只是保留技能不要换的话，可能可以省一点点置换券，但是我觉得省也不会省太多啦。假设说官方所演示的图片没有问题的话，至少我们是可以确认最新的统帅都是可以置换的。如果这个活动比较早推出的话，可能我就直接置换统帅，就把某一个旧的统帅换成亚瑟王直接拿来用了。置换券要如何获得呢？可以通过宝石购买，可以买到120张置换券。但假设说你置换了过去之后，剩下的置换券不够用的话怎么办呢？就像刚刚官方所演示的，从一个满等级的统帅换过去0的统帅，就已经使用了120张的置换券。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礼包购买，没错，又是礼包。这个礼包只有一个价钱，就是4块9毛9美金，也就是30块人民币，总共可以买到120张置换券。如果你用宝石加上礼包购买的话，总共可以获得240张置换券，是已经足够你换2次统帅了。趁着更新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各位可以想清楚到底要置换哪一些统帅了，毕竟我们都已经知道有哪一些可以换了。我是觉得说像之前那些比较旧的统帅红胡子啊、凯撒之类的都可以拿来换了，还有铁木真啊、西德之类的。接着就是赛罗利的秘境，普通难度有下调了，然后官方也会随之推出传奇难度。那我是感觉原本的普通难度应该放去传奇难度那边了，然后普通难度更加简单。还有包括活动里面的那个地图呢，也是变成新的版本。在左手边可以看到更加清楚自己队友的情况，点击敌人之后也可以看敌人的状态，增加了聊天室，增加了新手教程。下一个就是新推出的玛雅文明，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，工兵单位提升防御力 5%， 所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 3%， 金币采集速度提升 10%。 说到这个金币采集速度提升呢，在之前我介绍六天夫人的技能的时候就有问到，为什么六天夫人没有提升金币采集速度？
我的观众说玛雅文明当时候应该还在什么青铜时期啊，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金才对了，所以没有金币采集速度。但是为什么它的文明有金币采集速度提升？也是一样可以通过活动去获得新文明的统帅。但如果是在 KVK 3之前的玩家就没有办法换到亚瑟王。至于六天夫人，只要你每一天登录就可以获得了，还可以获得加速文明置换、名牌、随机签呈，还有预备部队。同时也是推出了一些玛雅文明的活动。不过我看了这里的活动大多数都是采集资源的，在你们获得了道具之后就可以获得玛雅文明的装饰、头像框，还有新的统帅表情包，你们在画面上应该可以看到。头像框会比较有特色，这里的配色就是关于玛雅的，然后旁边还有一只豹吗？下一个就是指挥很需要的功能，就是你可以为那个标志设置时间。我原本还想说这个标志设置的时间很短了，没有想到还可以设置好几天。你们可以设置天数，还有设置到什么时候，比方说16点35分，然后这个标志就会消失掉。我觉得这个功能确实是蛮好的。再来就是埃及之战，你们可以发一个集合邮件，让那些不在同一个联盟的玩家收到信息，让他们赶快集合。再来就是之前有推出过的活动，邀请你以前的旧朋友回来玩这个游戏，完成的话可以拿到大量的宝石还有雕像。接下来就是国服爆料里面没有提到的东西了，这个就是之前官方有说过会送我们传说统帅。原来是有2个活动，这个活动呢是连你那些还没有召唤的统帅都可以去召唤，不过是有要求的，你们可以注意看这个画面。它需要你招募前面2位统帅才可以招募这一排的统帅，然后最下面那一排的是需要你召唤10位统帅才可以解锁这一排的统帅。也就等于说，如果你在早前呢解锁的统帅比较多，召唤的统帅比较多，你才可以解锁到比较新的统帅。但如果你在这之前你都没有招募过这些统帅，就比方说我是骑兵玩家，我从来没有招募过工兵统帅，这样我就不可以换最新的工兵统帅。所以虽然是可以让我们招募那些没有召唤的统帅，没有招募过的统帅，但是还是有要求的，不是这么简单。同时间如果你们要召唤统帅也是需要完成任务的，而且这里的难度其实也不少，就比方说我们需要消耗多少的宝石，需要消耗多少的加速，连续7天登录，还有消耗总数多少的宝石。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招募酒馆里面的统帅，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应该不感到兴趣了。接下来这个内容呢，只有国际服这边有展示出来给我们看了，国服那边是没有放出来的。不过如果你是国服的玩家，可以先看这个画面。关于农历新年的活动啊，就包括7天登录，然后我们可以拿到一些道具啊、材料啊、红包啊，还有包括镜头材料之类的。再来就是联盟活动，像我之前所说的，要么你就买礼包，要么你就消耗宝石。这一次新年的皮肤就有包括工兵攻击力提升 5%， 然后采集速度提升 5%。但是这个皮肤就有点单调，看不出有什么特点呢，会比较就连晚上看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特点。同时间也会推出个人牛车，完成个人牛车之后也可以拿到一些道具去完成任务。文明之旅也是增加了中国的项目。最后就是失落之地的聊天，会分成时事的聊天、火热的聊天，还有你自己收藏的聊天。还有农历新年的时候也可以发红包给你自己的朋友。最后就是军器置换啊，还有说到如果你要转换过去的话，需要消耗多少的转换石。如果没有铭文，或者是只有一个普通铭文的军器，只是需要消耗1个转换石。假设说有一个专精铭文的话，就需要消耗3颗转换石。只有一个专属铭文的军器就需要消耗10颗转换石。有2个铭文就需要额外增加2个转换石，就比方说你有专属加一个普通铭文，那么你就需要消耗12颗转换石。假设是专精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普通铭文的话，就等于你需要消耗5颗转换石。还有就是像之前所说的，全部东西都会保留，只是你的专属铭文的名字会换过去你要换的阵型的名字。转换石可以透过什么方式获得呢？有包括之前你完成的一些任务，像这里的成就就包括累积500个传说品质的军器，就可以获得3颗转换石。累计拥有1000个、2000个，还有4000个传说品质的军器，都可以获得5颗转换石。那如果这边的转换石还不够的话怎么办呢？在征服赛季里面的成就也是可以获得，但是这里要求是要击杀对方阵营的 T4 部队，拥有400万以上才可以获得2个转换石，还有击杀其他阵营 T4 等级的部队1500万可以获得3颗转换石。多数都是要击杀才可以获得，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这里我就不确定。那如果还是不够的话，可以通过礼包购买。但是根据官方这里所演示的礼包来看，这个礼包应该也是一样有5个等级，到黄金宝箱为止，估计应该跟洗炼石的礼包差不多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有的转换总比没有来得好。
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更新内容之后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